今天我们来看一个案子，真的挺值得琢磨的。主角呢是一位叫陈京元的博士学者，他干了什么呢？说出来你可能都觉得有点不可思议，就是因为在网上转了几个帖子，人就被抓了，最后来判了刑。这背后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我们一起来看看。这句话，据陈京元自己说啊，是审讯他的人亲口对他讲的。你听听，知识越多越反动。哇，这话真的挺震撼的，对吧？他几乎一下子就把整个案子的核心矛盾给点出来了。一边是国家权力，另一边呢就是一个学者的思想。这两者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？好，为了让大家有个清晰的脉络，我们先快速过一下这个案子的时间线。你看，从2022年9月在昆明被捕，到第2年1月正式起诉，4月一审判决，5月终审裁定下来，整个过程其实还不到1年。然后到了今年4月，他还从监狱里写了一封信出来。好，了解了这个背景，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接下来的内容了。好，我们进入第一部分。一个学者在网上到底能犯什么罪呢？他被指控的这个罪名叫寻衅滋事。这个词儿听着可能有点耳熟，但在网络世界里，它到底意味着什么？没错，就是这个罪名，寻衅滋事罪。这个罪名啊，在法律界一直都挺有争议的，因为它定义的特别模糊，所以很多人都管它叫口袋罪。口袋罪这名儿挺形象的吧？意思就是说，它就像个大口袋，什么都能往里装。只要官方觉得你的某些行为，比如说你在网上发了点什么东西，可能会扰乱社会秩序，那好，就能用这个罪名给你装进去。那么，官方到底是怎么指控他的呢？我们来看看起诉书里是怎么说的。起诉书里头，检方的指控主要有这么几点。首先说他用了软件翻墙，也就是绕过了互联网的限制。其次，指控他在网上散布了所谓的虚假言论。然后最关键的一点来了，检方认为他是明知这些信息是假的，还故意去传播。最后得出的结论是，他的行为造成了公共秩序的严重混乱。所以呢，这几条加起来就构成了寻衅滋事罪。好，指控我们看完了，那法院这边呢，他们是怎么判的？判决背后的逻辑又是什么？大家看这句话，这个是判决书里的原话，也是整个判决逻辑的核心。法院说，他作为一个具有很高学历和知识水平的人，理应能辨别是非。你听出这意思没？也就是说，他的博士身份，他的高学历，在这里不但没有帮到他，反而成了他明知故犯的一个铁证。所以，顺着这个逻辑，最终的判决下来了1年8个月。这个具体的数字一下子就让整个案子的分量变得沉甸甸的。好了，刚才我们听了控方和法院的说法，现在咱们换个角度，听听陈京元自己是怎么说的。在他的上诉书里，他为自己做了非常系统的辩护。他的辩护首先就抛出了一个非常根本的问题，他就问我做的这些事儿到底有没有造成任何实际的社会危害。你看这个对比就很清楚了。法律上说，要定这个罪，你得造成严重的公共秩序混乱，这是个很高的标准。但陈京元说，现实情况是什么呢？我的社交账号关注的人还不到100个，平时也没什么人点赞评论，就这么点影响力，怎么可能去造成什么严重混乱呢？这根本就不搭边嘛。好，说完了危害，我们再来看他辩护的第2个重点。他问，你们说我传播虚假信息，可我转发的那些东西，真的能用简单的真或假来判断吗？为了说清楚这个问题，他把自己转发的内容分成了4大类。第一类是艺术，你想想，漫画嘛，它本来就是虚构了，谈不上真假。第2类是情感表达，比如说一张纪念图片，那是一种主观感受，更没有真假之分了。第3类是学术理论，他转发了一些正经类的文章，这些是观点，是用来讨论的，不是板上钉钉的事实。最后一类才是所谓的事实陈述。但他说，我作为一个普通人，我哪有能力去一一核实这些东西的真伪呢？所以你看，他这么一分，核心意思就很清楚了。他分享的绝大部分内容根本就没法用真假这个尺子去量。除了上面2点，他还提了一个程序上的问题，就是公不公平。他说，你想啊，网上转这些帖子的人成千上万，甚至写这些东西的原创作者都没事儿，怎么偏偏就抓我一个，判我一个？
他觉得这种选择性执法对他来说太不公平了。听起来他的辩护有理有据，对吧？那么面对这么系统的辩护，法院最后是怎么裁决的呢？我们来看看这个最终的结果。结果非常干脆，8个大字儿：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昆明市中院的说法是，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很清楚，证据也够，定罪量刑都没问题。这样案子就定了。虽然法院那边已经盖棺定论了，但对陈清源来说，这事儿还没完。就在今年4月，他从监狱里写了一封信，信里有这么一句话，他说：“文本只是本人终身追责过程中吹响的第一声号角而已。”这句话的分量很重啊，它表达的是一种完全不服输的意志，跟法院的判决形成了特别鲜明的对比。所以讲到这里，整个案子的来龙去脉我们都清楚了，但它留给我们的思考可能才刚刚开始。那就是在今天这个数字时代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网上说话，都在表达。那么个人言论表达的自由和构成犯罪行为之间的那条红线，它到底划在哪里呢？